来到大版本的末期，回望的时候诸多感慨。我还记得在做 4.1 到 4.7 复刻5星预测的时候，弹幕还刷着 5.0 键，但真的站在 5.0 前环顾四周，恐怕有些旅行者再也见不到了。所以我们新开了一个版本总结专题，去回顾分析这个大版本的设计、运营、剧情以及我预言家的学野等等内容。那么第一期关于地图和大世界，毕竟我入坑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嘛。那么在枫丹这个版本一共开放了3块区域，分别是枫丹本土、沉玉谷以及佩特里可镇河下面的旧日之海。最早上线的枫丹本土是一块高耸的大陆，陆地上的设计一改须弥雨林的复杂，回到了简单的风格。地图上的新载具、巡轨船和空艇也提供了不少新鲜的游览体验。高耸的山峰激发了玩家的征服欲，而在山顶上意外遇到的宝箱也增加了不少探索的乐趣。刚上线那会儿，常常会看到一些评价说枫丹的地图设计让人找到了在蒙德时探索的感觉，这说明枫丹的大世界设计带来了轻松简单的游戏体验。而除了陆地，枫丹还新增了水下世界，屯越、潜水、全方位的自由行动以及梦幻的景观都是独属于枫丹的特色。接着在 4.4 上线的沉玉谷是一张小而美的地图，徽派的建筑、采茶、竹筏、水墨风格的美术设计展现出来的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是我个人在枫丹版本最喜欢的地图。和枫丹平铺直叙的地形设计不同，沉玉谷空间更有层次感，不同的高度景观亦有差别。这张地图的设计思路会更像须弥以及稻崎。而在 4.6 上线的佩特里可镇和旧日之海是围绕着雷姆斯王朝展开的 DLC 地图。这张地图的主要任务和功能是讲述雷姆斯王朝的故事，和渊夏宫陈岩巨渊类似。褪色古堡在岁月的侵蚀下显得沧桑而孤寂，旧日之海则宛如一片梦幻的苍穹，鱼群又好似繁星在海中游弋。或许吞天之鲸所在的世界之外也就是这样的景象。那么这张地图以线性的探索为主，挑战和解谜的呈现形式更加轻松有趣，是一张偏向叙事的地图。以上3张地图在美术设计上一如既往的稳定，而在探索交互的设计上呈现出的是对流畅度的强调。利用蛮荒机制改善了须弥解谜反复切队伍的痛点，环环相扣的挑战提高了收集的效率，神童宝箱挑战作为地图引导的应用也越发的成熟。另外枫丹主城的设计呢，把玩家常用的冒险家工会合成台安排在了离锚点更近的位置，进一步的压缩了每日日常所需要的时间。那么以上是相对客观的一种描述，接下去呢就是更主观的评价部分。首先说到收集的流畅度，我觉得这是一把双刃剑。良好的引导有效地提高了收集的效率，但过于清晰的引导让大世界探索从原本的发散性变成了一条条线性的道路。原神的大世界探索本就是基于地图上的收集和交互的玩法展开的，本就是消耗品。那这种强调收集效率的设计，进一步的加速了大世界的内容消耗。低难度的连环解谜挑战服务于原石收集这个功利的目的，过程更多是机械的跑图，而不是挑战的乐趣。当然了，并不能完全否定其中的一些挑战玩法，有一些登高的玩法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但总之，相比一个简单的解谜挑战完成后立马引导到下一个，我更喜欢的是在随意走动时发现角落里的宝箱或者挑战，这种惊喜感比线性收集更有趣。地图设计也是同理，相比只能在地面上进行前后左右移动的枫丹陆地，我更喜欢沉玉谷。有落差的设计加空中可交互的水珠加闲云这个角色的升空能力，跑图时候的自由度明显更高。即便这种自由度并不能带来任何实际上的原始收益，但这种自由操作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当然我也不是全盘否定简单的线性收集，而是我觉得宁缺毋滥吧。我觉得当一连串的宝箱解谜挑战出现前，增加一些有难度的有吸引力的发现过程，体验会更好一些。说人话就是藏得更巧妙一些。比如之前上文提到的，来到枫丹有高山，那我作为玩家自然对征服高山和山顶的风光有好奇心，攀爬到山顶后出现的宝箱挑战就成为了我探索后的奖励，这就是一种正向的反馈。或者说通过一些简单的剧情和提示去引导出一系列的解谜，比如佩特里可镇中心钟楼上的文字解谜，4.8折纸青蛙说自己赶不上演出，然后玩家操作青蛙跳跃来到目的地，并顺利的完成演出，最后获得奖励。那像这样简单的引导和完整的探索流程，我认为是有助于玩家进入到心流的状态里，获得比较好的游戏体验的。
所以我对于大世界的要求呢，有时候和玩家是相反的。我记得有人说须弥甘露花海地图中的打鼓很难，我反而觉得还挺不错的。枫丹收集便利确实很不错，但我觉得更多的时候这是一种不犯错的保守选择。我还是喜欢激进一点的风格，当然原神玩家数量众多，意见不一，所以这种保守也可能是多种意见权衡后的表现吧。毕竟当下玩家的游戏时间已经不像疫情时候那么多，更多的竞品、其他的娱乐方式都会瓜分掉玩家的时间，所以轻量化和减负也是趋势。但是我觉得轻量化和减负应该减一些同质性的设计，而不是减在可玩性上。所以我依然希望在地图的设计上，负责探索解谜的区域增加一些复杂的设计，增加一些事件提醒，把解谜探索和故事结合，提高难度。一次酣畅淋漓的解谜探索背后收获的成就感和乐趣远比拿到原石要大很多。那正如强度党对于宝宝巴士的战斗感到无聊，我作为探索玩家对于送到嘴里的探索解密也觉得其实一般般啦。那除了探索解谜的设计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原神在枫丹尝试去提高大世界的重复游玩性，比如说推出了地方传奇，作为大世界强力的地区性原模，不仅战斗上会有一些生存压力，而且在奖励的物品上也会相对丰厚一些。虽然可能这对于大世界玩法的乐趣提升不大，但是试错比不是好。所以围绕着提高重复游玩性，我也有一些小建议，比如说烹饪系统。开服开荒阶段对于攻击力、生命值、防御力等属性还是有一定的需求，所以食物成为战斗中的一种帮助。但现在这个系统没有跟着版本去更新食物的功能性，就慢慢边缘化了。包里的鸟蛋肉花花草草的，除了煎荷包蛋用来复活，又有什么大用呢？而食物本身其实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我认为它是非常适合用来开拓一些有趣的玩法和功能，比如和隔壁的绝区灵一样，吃料理可以增加材料的爆率，又或者在料理中加入各种各样的 buff， 让玩家实现一些非常规的玩法，比如说3分钟体力不消耗，玩家就可以利用风之翼做一个长距离的滑翔，从高空俯瞰地图。又比如获得3分钟的变大，移动速度提高，弹跳提高等等。只要做好场景的区分，那么料理增加了大世界的乐趣，而料理又是消耗品，又需要采集，这样大世界的收集就变得更有意义了。还有就是摄影相关的道具升级，在枫丹我们获得了战斗时可用的变焦镜头，这算是一个突破。那么有没有可能可以继续增加一些自由机位的拍摄功能，继续解放焦段、距离和点位上的限制？就像本期的画外旅照活动，玩家可以自由地设置拍摄点。如果把这项技术应用到大世界中，就可以拍摄一些更大的场面、第三人称视角的照片，可以是固定的摆拍，也可以是战斗中的抓拍。我觉得原神如此高质量的大世界，拍摄这个功能的拓展性还是太小了，实属有些可惜。最后呢，我觉得大世界这种玩法本身设计的难度还是挺大的。作为玩家，说出自己不喜欢的内容是很简单的，但是制作组要考虑的就很多了。回顾枫丹的地图和大世界，好坏交给玩家自己去判断，但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些尝试和变化。其实对比过去每个大版本，大世界的设计方向和重点都有不同，所以在这一块枫丹本土考虑到水下的创新和最大的地图面积带来的设计难度，我觉得可以给到8.2分。沉玉谷我可以给到9分，佩德里可和救入之海大概在7.5分左右。那么综合一下，枫丹地图和大世界部分最后得到了8.23333分。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一块呢有什么自己的看法？我是提瓦特地理，下一期我们盘点的主题呢是角色，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